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，不知公子可否？痛！你调戏我老婆，倒调戏得很欢快。你来了。能将我们阿爹引得生意成器，你也是个人才。这次别过，保重。大胆！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啊！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若刚才不来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你怎么被揩油也不知道躲一躲？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。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。来盏灯吧，两位公子，来盏灯吧。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。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，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？留个念想罢了。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？走。既是二位公子，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。我们这小镇呐，一共就3家客栈，王掌柜和李掌柜那2家昨日就订满了，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，就匀出来这么1间。你看，要不先凑合一晚上？麻烦你取些热水来。好。顺便做几道小菜。好嘞。吃不了，便洗漱睡吧。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，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。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。君上，不必追了。属下失职，望君上恕罪。无妨。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，君上不打算追究吗？他们不是真人，是妖法做出的傀儡，专为杀人而生。
就算追上了，也只会化作灰烬，问不出什么的。妖法，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？方才蝶峰上仙也说了，从东海离开的群仙，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。本军正准备彻查此事。君上，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娘亲，这个粥很稠。乖。这里的饭菜甚难入口，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。难怪，尝着这粥，和你做的粥一样。从前在俊极山时，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，我也吃不惯，却没见夫君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。我稍后有事，还得回趟天宫。夫君要走了，常玉说过，小别胜新婚，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，竟然还舍得分开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让孩儿好好想想。天上的日子哦。啊，是天君的寿辰。不错。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？贺寿。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，夫君自己去就好了。嗯，好。你放心吧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，我带团子回去。姑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呢？回天宫去了，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。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？下午去集市买些枇杷回来吧。殿下果然守时，一盏茶便是一盏茶。方才在凡间，我也遇到了你说的人。殿下也遇到了。他们怎么敢对殿下下手？并非要对本君下手，他们是想要一个上仙的命，恰好被我的座下天书遇到。那殿下可留下什么活口？留了活口也无用，那些人都被妖法所化。是，就是妖法。这些人来自异界，可异界早已归顺天族，为何忽然会如此做？此事先暂且压下，先查出那些被追杀的仙人们都是些什么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君上回宫了，回来了，太子殿下回来了。那青丘白浅，可跟着一起回来了？奴婢看得很清楚，太子殿下是独自一人回来的。他刚一回来就去了紫宸殿内，与西海二皇子议事，还未去宴席。好，他没来最好。这样，我今夜就有十足的把握将夜华留下。娘娘，奴婢怕……不用怕。天君素来最讨厌那只小八蛇，连同小八蛇的儿子元贞也不喜欢。这几年才有所缓和。
倘若元贞调戏我，天君一定不会饶过他。所以不用怕，在天君心中我很重要。哪怕他不看在自幼照看我的情谊，也会看在各分支部族首领的面子上，给我个交代。我是夜华的侧妃，我被他的堂弟调戏，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。夜华总会留在天宫几日。如今之计，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留在天宫，不让他再去青丘受那只九尾狐的魅惑。你在此处准备，我去找元贞，设法将他带来。是，娘娘。那就是北海水君的大儿子呀。是啊，你看看多可怜啊！天君的孙子还要在此处候着，不能直接去叩见。谁让那个北海水君娶那个小八蛇呢？就是。姑娘是何人？有什么要让元贞帮忙的吗？你该叫我一声素锦娘娘。啊，原来是素锦娘娘。元贞见过素锦娘娘。哎，按辈分，我是你的长嫂，你我就不必如此生疏了。那些奴婢的话，听听也就算了。活得久又能如何呢？最重要的，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。我就很羡慕你爹娘之间的感情。娘娘说的是。哦，对了，怎么就你一人在此处呢？啊，夫君去给天君请安了，让我在这里候着，等着传召呢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我带你进去。那怎么行呢？没有传召，怎么能随便进去呢？没关系，那可是你亲爷爷。况且天君这几日总是夸你，说你贺寿词写得好呢。真的？来，你随我来。天君现在就在洗梧宫，我带你去。嗯。娘娘，此处是……把他扶上去。是。去，拿条白绫悬在梁上。是。快去，一路哭喊出去，就说我被小殿下醉酒调戏，想不开要上吊。是。快来人呐！我家娘娘被小殿下醉酒调戏，想不开上吊了！快来人呐！快点来人！我们家娘娘上吊了！
太子殿下。二叔，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青丘住着，怕是婚事将近了吧？我还听少卿说，他在东海看到你旁边的女子是白浅上身，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在说笑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听三叔说，二叔这次来为天君贺寿，也带了长子元贞来。没错，啊，方才父君还在夸元贞聪明，只可惜，再聪明，也不过是北海水君的儿子，怕是与这九重天无缘了。夜华，二哥，快去洗巫宫，元贞出大事了！啊！父君，平身。谢父君。你交的好儿子，和你一样，色令智昏。元贞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父君，孩儿什么都没有做，孩儿什么都没有做。是他闯入臣妾寝殿，臣妾险些深于他。是臣妾辜负了君上往日的恩宠，求君上赐臣妾一条白绫，让臣妾死得清白些。求天君和君上赐臣妾一死。混账东西！你个畜生！是元贞不懂事，竟对素锦侧妃做了如此丑事。但求父君念在元贞尚且年幼，就饶他一命吧。求父君饶元贞一命，从轻发落。虽然素锦侧妃拼命抵抗，没有被他毁了清白。他若是旁人的儿子，本君尚能从轻发落，但偏就是你的儿子。本君三子之中，最宠爱的就是你，也是你最伤本君的心。没想到今日，又是你的儿子伤了本君的心。本君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数万年来，初次让你带着儿子上天宫，竟然换来自己在寿宴上当着群臣的面，被自己的孙儿当众扫了颜面的结果。儿臣知错，求父君息怒。元贞，你小小的年纪，竟也能做出这种错事，也是让本君不得不重新审视你。亏得本君还认为你宅心仁厚。求天君明察，
素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是素锦娘娘要素儿来的。素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求天君明察。你个混账东西！哪个女人会陷害别人来毁自己的清白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狡辩！来人！天君，捉捆线索，将元贞给捆了，丢下凡间，历劫60年。60年后，再重列仙班。是。夫君，夫君救命！夫君，孩儿真的求夫君收回成命。孩儿真的元贞自幼性情温和，并不好女色，知子莫若父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求夫君明察，求夫君明察！夫君救命！当年，本君也以为你性情温和，不好女色。你不也做出了那般丢尽颜面的事？带下去！不，夫君救命！元贞，夫君，夫君救命啊！夫君，孩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这小孩子这么一哄就睡着了。夜华也真是好福气，有你这么个儿子。求君上赐臣妾一死，以正清白之身。君上。你今日做的又是什么戏？君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君上是在怀疑臣妾自毁清白？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会如此做？况且臣妾一心只有君上，君上难道不知吗？当年，你就是如此陷害素素。难道你真的以为本君识不破吗？君上冤枉！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你的命吗？一是因为解破灯，为了那灯，我才饶你不死；二是因为你眼眶里养着素素的眼睛，你死了，素素的眼睛也就死了。但是，若你再如此作茧自缚，就休怪本君不留情面了。素锦，就算你死了，本君也有办法为这双眼睛找到新的主人。君上，君上，难道臣妾这么多年陪伴君上的情谊，对你来说，真的就一文不值吗？不错，一文不值。依我看，是素锦设的计，天君将计就计，打压二叔。你真是越来越看得通透了。只是可惜了，元贞那孩子也是倒霉，二哥也有不小心。
当年父君就是为了那小八蛇，把他贬去北海。如今他却夫妻感情更深，这都是要生第4个了，这不当着四海八荒的面，让父君面上不好过吗？元贞也算是替父母受过了。受一受过也好，稍后啊，我也去劝劝二哥，让他万事都收敛一些，恩爱都得藏着，否则不让父君面上好看，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三叔与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既然知道素素就是白浅了，为何不把她赶紧接回天宫？她可是与你有婚约的人。我不是说过，他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吗？真的忘了？那一定是折颜上神的忘情药了。看来他还记得你挖走他双眼那件事，才将你彻底忘了个干净。如今你住在青丘，是如何打算的？我想从头来过。从头来过？他是素素时，在天宫里没有任何好的记忆。既然如此，忘了就忘了吧。我只要慢慢来，让他心中有我。这一次，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，名正言顺的娶她为妃了。也好，如此也好。有了。哎，姑姑，你魔怔了吧？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，让她做夜华造屋里的关门弟子。这样，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，我们也有的吃了。好，咪姑这就这样绑门去。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化作道姑，在凡间照顾元贞。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丘找白浅？君上，你不懂，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。我一定要去找姑姑，让她替元贞渡劫。她惹下了祸事，她就需要历劫。别说是青丘白浅，就算是折颜上神，恐怕都管不了。不，姑姑能管。你对你的那个姑姑，未免也太信任了吧？不是我太信任姑姑，而是我跟君上的事，天宗已经欠了青丘。这件事，别人不管，姑姑一定能管。哪怕姑姑擅自给元贞改了契约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。不过，白浅的性子，若是他为难你，君上不要担心，姑姑已经归还了我破云扇，并且许了我一个心愿。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一定不会拒绝我。狐仙，你这贴什么呀？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，机会难得啊！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，哪怕是造屋内的，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可就这一会儿，那狐狸洞前排了甚长2行队，
这会儿去怕是晚了。不晚不晚，就在今夜，还来得及。走。听我的吧。来人啊！你在做什么呀？给我登记一下啊。会打鱼，还会烹饪。一会儿就到我了，自打该我了。就我打得多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。天明谷说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和八哥。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我会做鱼。下一位。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跟过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两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尼古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嗯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好吧，走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芊芊，陪我去散散步。你这般皮兰，一塘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形貌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真？
救你的孩儿。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。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夜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。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地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4海8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嗯，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
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？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，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节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，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，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簿？白浅上神答应2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他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
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……本君明白。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？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。妙清妹妹，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。我？按理说我是姐姐，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。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，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实在是不敢妄动。但是妹妹你，就方便多了。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？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运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春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。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郁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。等到6月初1，
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。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真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真的新师傅。我要做道姑？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父，只是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，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真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真舍不得师父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真明白。可是，多谢道长这几年对元真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真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一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君上，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，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，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。手中均带着这幅画，听闻这幅画正本是义军离境亲手所绘，其余的全是副本。方才16师弟还来消息，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，说是撞见了司音，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。我寻17师弟寻了7万年都没有线索，怎么叫他给撞见了？这分明又是祸国。天风上仙，这画卷上面的人，可真是司音上仙？不错，正是我17师弟。你方才说离境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？对，是离境对我师弟紫兰说的。可又说在何处？东海北岸。东海北岸，果然是东海。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，与墨渊仙体一同失踪了7万年，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。没想到，芊芊，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。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。
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。见到此画卷，一时想到了7万年前的大战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？为何要消失？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。芊芊，若我问你这些，你会如实相告吗？不如那美人落水的时候，我去将她救了。不可不可，万一那美人看上我了，岂不更麻烦？芊芊，几日不见，我想你想的可厉害。你可想我？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。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？莫非还是你爷爷不成？虽不至于是我爷爷，却也差不多。那东华子府邵阳君，东华帝君，莫非小九？我先去关窗。你睡外边还是睡里面？我还是睡地上吧。芊芊，今夜不管你睡地上还是睡床上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若你还有点法力在的话，或许能跟我打个2败俱伤。但你法力不是被我封了吗？又或许你是半推半就。夜华君，你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怕床太小怠慢你吗？我习惯睡外侧。话说，这凡间真的有大鹏鸟啊？那大鹏鸟是从佛祖跟前借的。我二叔和司命之前有些过节，司命这次可是下了血本。想不到，这司命竟然如此记仇。他好不容易安排一出大戏，让我给搅和了，他不得记恨我啊？芊芊，你不用担心，左右他还欠我一个大人情。你想不想我抱着你睡？果然，知道你睡觉不老实，才说抱着你睡的。床太小了。是，这床为时太小了。
芊芊，嗯，你可识得那四阴神君？我听过，但没见过。不是听说他跟墨渊上神一同归隐了吗？原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些。不知道。今日那义军离境，画了一幅四阴神君的丹青，并私下寻找他的行踪。这丹青辗转到了我的手上，猛地一看，像极了女扮男装的你。应该是巧合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快睡吧。三殿下，你也去蟠桃会吗？失礼，失礼。今日不知为何屡屡如此啊！看来又有人在背后妄议你啊，司命。怎么会呢？像我这种好说话的闲散神仙，不会留下什么话柄吧？太子殿下呢？方才还见着他在呢。他惦记某位上神呢。趁着群仙敬酒，又去了趟凡间，这半盏茶的功夫，就回来了。芊芊，过来与我书法。你是在唤我？听米谷说你书法书得很不错。今日我得去觐见天君，若是仪容不整就不好了。哦。好了。你从前没事。芊芊，这串珠子你先带着。如今的你跟凡人没什么两样，虽然不至于遭遇到什么危险，但还是以防万一。那我便先回天宫了。对了，昨晚忙着正经事，都忘跟你说。6月初1，你想将远征拦着，再派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去。如此一来，你一是保得元贞，二是不妨碍东华帝君立人生之功，便皆大欢喜了。好。他昨晚做什么正经事了？差点把小九忘了。
师傅，为师也刚好想去寻你，随为师来。是。师傅，你脖子这边是怎么了？看着像是……连这么细小的红痕你都注意到了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你有走路时连蚂蚁都舍不得踩的善心，看起来还真是不错。你可知道？ 走路的时候不踩到蚂蚁，不只是需要善心，还需要细心。这善心跟细心本就是一体的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师今天便考考你，你的细致程度。师父请说。为师知道你16岁之前一直在道观中生活，16岁之后才进的皇宫，所以为师也不为难你，就问你2个问题。 一个是关于道观的，另一个是皇宫。你之前在的那道观中，有一名经常穿白色衣服的道姑，她常用的有一柄拂尘，那拂尘是什么材质的？拂尘？你且先不必答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所在的皇宫之中有一名女子，额间生有凤尾花胎记。 那名女子她居住在何处？是什么职位？闺名叫什么？师父，元贞寡陋，在道观中住着时，却从未见过师父口中所说的这位白衣道姑。至于这位额间一枚凤尾花胎记的女子，元贞倒是知晓，正是住在汉淡院里的陈贵人。至于陈贵人的闺名，徒儿为师不太晓得。 小九果然是奔东华来了。你有这般细心，已属难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学习道法要更加的细致。你今日且先退下吧，好好将你学到的态度去参一参。是。元贞小弟，其实你已经够细致了，再细致你就成8公了。 这位姑娘，道长有何吩咐？带我去陈贵人的汉淡院。是，请跟我来。道长，这里就是汉淡院了。小九，姑姑来看你了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把我带走，姑姑，我爱他，姑姑，不能没有他，我求你了，姑姑，求你了。来生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，求你成全我和他，好不好？姑姑，求你了。这疯癫的模样，该不会是他给自己用了青丘禁术养生咒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求。 来人啊！把陈贵人扶进去。是。这小九平白无故用这养生咒做什么？ 求你别带我走，凤九要生生世世和陛下在一起。姑姑，姑姑，不对啊，姑姑怎么会来？如果姑姑知道我用了养生咒，
岂不是要把我绑回青丘？那我还怎么报恩啊？姑姑，不孝女凤九来请罪了。果真是用了2声咒啊！姑姑英明。坐下说吧。既然是来报恩的，为何要在自己身上用2声咒？早些日子，凤九进入帝君的梦境，想要问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，没有达成的痴心。那石头做的东华帝君说了什么？该不会是不想要什么富贵江山，只愿求得一人心吧？姑姑英明。这一世的东华帝君竟如此俗气，大概是帝君早年间在凡间经历了一些人情冷暖，想要求一个不离不弃的女子吧。于是你便将自己搭了进来。我也不是把自己搭了进去，只是司内星君说帝君遇不到他心爱的女人，但是在6月初1，他会遇到一个他爱慕的女子，但是这个女子爱的却是元贞太子。元贞。所以，我想要捧出一颗真心来。等到帝君遇到他那个心爱的人，我便功成身退。原以为这个方法是极好的，但是我借着陈贵人的身子，见到帝君却连一句情话都说不出口。死会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，你也无需介怀。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下2声咒，白日里做出非常爱慕帝君的样子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，我方可以解脱。这段日子有没有被那帝君占了便宜去？东华帝君他只是去了一趟邯郸院，不过多时就走了。你说说你啊，每天做出一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凤九只是觉得，爱一个人是需要有敬业精神的事情，不可以在旁人看的时候做出爱的样子，但是在没人看的时候就做出不爱的样子。罢了，我还是送你走吧，你继续去捧着你那颗真心吧。你在青丘的时候活得如何潇洒肆意？看，为了东华帝君来这种地方喂鱼，你说说。想来这紫竹院是个福地，怎么连您都来了？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你去东海赴宴的第2日，天君的孙子夜华就到桃林来找我，问我关于你300年前的旧事。啊？我告诉他，你与擎苍恶战了一场之后，睡了很久才醒的。之后他没有问什么便走了。丫头，你跟夜华这桩婚事不会又黄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就好。真真很想念你的厨艺，什么时候有空回桃林一趟吧？可是我还在凡间报恩呢。报恩？哦，你身上这2声咒下得不错啊。姑姑，他威胁我。他威胁你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回去给他和四哥做饭罢了。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姑姑，你今日来此是为何啊？为了那元贞。元贞？那元贞乃是太子的堂弟，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被贬下凡，我在此就不多说了。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？6月初1那天会有个美人落水，
元贞会去救那美人，然后美人会爱上他，东华帝君也会爱上这个美人。对啊。所以我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元贞从东华帝君那个情节里全身而退。那姑姑，你可想好法子了？想好了。待6月初1美人落水那天，我会先拦住元贞，然后找个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。帝君自然会去救那女子。待他们2个人看对眼的时候，就没元贞什么事儿了。小九，你可愿意做那个推东华帝君下水的人？哦，我受2生咒的束缚，白日里必须得忘了自己。我不扰乱姑姑的计划，也算是万幸了。我怕我做不了。罢了，说的也是。实在没有谁的话，只能我自己动手。真儿，娘好想你。姑姑，跟我来。坐下说吧。少先站着便是。我已找到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了。少先叩谢姑姑。不必了，坐下吧。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万事已具备，就差推人这东风了。推人？简单来说，就是6月初1那天，那美人出现的时候，要有一个人将皇帝推下水。好，少先来做。届时你用了隐身术，待那命中注定的美人出现时，轻轻走到皇帝身边，将她推下水即可。但是这样做会遭法力反噬，你去做有些凶险，应该找个壮硕的人去做。既然这事儿必须要做的话，那我便让我家君上来做。也好，反正他是元贞的亲爹。这样缺德的事让他来做，最合适不过。少先这便寻君上来见你。好，动作要快。离凡间6月初1的日子不多了。姑姑放心。如此，便算是做好准备了。上神。7万年前是你收留了我，7万年后，你又要救我的儿子，你可真是我母子的贵人呢。娘娘，祭坛差不多日落之前就可以建好。好，那我就再等几个时辰。什么？白浅让我推东华帝君下水？不错。你答应了？姑姑说，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元贞。为什么？时间太紧迫，我也没有来得及多问。但是姑姑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肯定只有这一个办法是最周全的。难道是他要借此来报复我们？报复？你有所不知，凡是在凡间用仙术修改运布的，都是要受到惩罚的。白浅他选谁不好，他偏偏来选我，难道不是他想借此来报复我当年悔婚的事吗？君上，你不可如此说我姑姑。这次她肯下凡来帮我，本来就是看在我们主仆的情谊上，不计前嫌。而且她一直是我最敬仰的姑姑，以她的为人，她是绝不会借此对我们做什么的。好，千万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。
是为父心胸狭窄了，千万别动气。我这就去反见。上神，坐。桑吉还是要为当年的事情道歉。不管怎样，贸然提出悔婚，都是桑吉的错。当年事不必再提，坐吧。不知可否有人跟上神说过，上神很像当年墨渊上神座下的17弟子司音。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你们……水君此番前来，既然是为了元真的事，就不必说旁的了。咱们说说明日吧。是。坦白说吧，这次你要推下水的那位，是东华帝君。这件事情我本来是让你妻子去做的，但她现在有孕在身，毕竟不好。啊，多谢上神考虑得如此周详。不必客气了。我就起来说说明日你要做的那些事情。好。到了明日那时，你且先去野山。太子殿下还真是放心不下上神呢。毕竟那位是东华帝君。殿下放心，帝君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。时辰一到，大鹏就要来了，得赶快将元真叫过来。去，帮我将太子请过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道长有请。师傅。师傅，不知此时要元真来有何要紧之事吗？你来的正好。师傅不知为何，刚刚胸中闪过一道白光，将平日参悟不透的道理全部都参透了。你可想知道为什么？元真当然想知晓。如此便最好。你去太子殿等我，为师随后就到。难道这些歌舞比为师的道法还要重要吗？不，徒儿知错，徒儿马上就回去。快看，那好像是大鹏鸟。这世间竟有这么大的鹏鸟，这大鹏鸟竟如此凶猛，飞得这么快。如此大的鹏鸟，只在经文中出现过。此时现身，会不会有什么征兆？陛下，这分明是祥瑞之兆。
符咒，就凭一只鸟，就说是祥瑞之咒。陛下危险！闭嘴！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东华这事托生成了一个旱鸭子。如今叫谁去救这美人啊？殿下不可失范。你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怎么会有人推我下水呢？或许是你平日太受太子宠幸，招人妒忌，有人趁乱教训你吧。夜华，你这样用法术是有违天规的。只要你安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你这样救了我，那东华和凤九怎么办？回上神，他们都好，这本就是他们应该立的节。再过几个月，小殿下便可以得偿所愿了。如此便好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快回天宫吧。一个太子久待在凡间也不好。我的事也还没做完，我也先走了。陛下，我没有你活不下去啊！陛下，陛下，是你救的我。先不要说话，御医马上就到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。没事的，陛下，快去救陛下！快点！陛下，陛下！无论如何，此事也算是做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上神出手救了小儿，丧及他日必会好好回报。回报就不必了。此事完全是因为我与绍兴的主仆情谊，与你毫无干系。若是你来的话，恐怕连狐狸洞都进不去。你走吧。丧祭告辞。